各位看官，咱们又来了。上回咱们说到，那魏京全这小子，白天是个吃官饭的，夜里头却是森罗殿的阎罗判官。如今时辰到了，7天之后就要走人，偏巧那巡抚老父亲的案子还就在他手里头。巡抚大人一听，哪儿还能沉得住气，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，苦苦地恳求魏京全给老父亲留条活路。大人快起来！魏京全赶紧上前去扶他，您这是折杀我了。我爹他真不是故意的。巡抚大人那眼圈一下子就红了，求您高抬贵手，网开一面吧。魏京全摇了摇头，大人，不是我心硬不帮忙，实在是阴间的规矩严着呢，我也没辙。怎么会？令尊当年办错了事，害得700多条性命葬深海底。魏京全沉着脸说，按着阴间的律法，上刀山下油锅已经算是轻饶了。可他真不是有心要害人的。我明白。魏京全说，我瞧过那卷宗了，令尊确实不是故意的，只是那时候局面乱套，他判断失了误。可是他顿了那么一下，那语气是越发的沉重，可这700多条人命总得有人来扛。那些冤魂是日日夜夜在那森罗殿外头哭喊。巡抚大人跪在地上，那眼泪吧嗒吧嗒的往下掉。难道一点招儿都没有了？魏京全琢磨了老半天，才缓缓地说，招儿嘛，倒也不是没有。什么招儿？巡抚大人猛地抬起了头，那双眼里头闪着一丝光亮。除非，魏京全说，除非那些冤魂肯饶了令尊，要是他们揪着不放，我也没办法。那该怎么办？这可就难了。魏京全摇了摇头，700多个冤魂，他们死的冤枉啊，那恨劲儿可深着呢。想让他们把那仇恨给放下了，难。我想去试一试。巡抚大人说的是斩钉截铁，甭管有多难，我都得去。魏京全瞧着他，那眼里头啊，闪过一丝说不出的复杂劲儿。大人，您真想去试？是。那行。魏京全说，今儿个夜里子时，我就在这儿审理令尊的案子。大人，您要是想在旁边瞧瞧，也不是不行。当真？巡抚大人大喜过望。可您得记住了。魏京全那语气一下子就严肃了起来，有这么几件事，大人您非得答应我不可。您请说。头一件，您去了，除非我叫你，甭管瞧见什么，都不准出声，不准叫唤。是。第二件，阴间的刑罚，瞧着是挺惨，可跟咱们阳间可不一样。那瞧着是死了，可其实没真死。大人，您甭管瞧见什么，都别慌了神儿。我记住了。第三件，魏京全直勾勾地盯着他，要是大人您把审判的规矩给破坏了，那乱子可就大了。不光令尊会挨更重的罚，大家也得跟着吃瓜落儿。巡抚大人那心里头一下子就沉了，我会粗粗小心的。好。魏京全点点头，今夜子时，大人可到宾馆后院，躲在假山后面。记住，无论看见什么，千万不要出声。多谢您。巡抚再次跪下。魏京全扶起他，叹了口气，大人不必谢我。我是看在你父亲一直是个尽心尽力的好官，只是一时失策，我本来也想看看怎样扶他一下。至于结果如何，他没有说下去，但巡抚明白他的意思。结果如何，还要看今夜的情况。整个白天，巡抚大人那心里头就跟揣了个活兔子似的，坐立不安。他在书房里来回的转悠，一个劲儿的琢磨，今儿个晚上到底能瞧见点什么？老父亲真的在那儿挨刑吗？那700多个冤魂真会全跑出来吗？他真能劝得动他们饶了老父亲吗？一连串的问题在脑袋瓜子里转来转去，让他片刻不得安静。到了傍晚，那天空忽然就黑沉了脸，乌云密布，阴风阵阵，瞧着准是要下场大雨。下人们都说这天气邪门，往年这个时候可没这么个怪样儿。巡抚大人处在窗户边上，
瞧着远处那宾馆，那心脏啊，跳得都快嗓子眼儿了。魏京全说了，今夜子时，还剩下那么几个时辰了。夜幕一下子就降下来了，整个府邸静得跟那鬼宅似的。巡抚大人换了一身黑衣，悄悄地溜出了书房，往那宾馆的方向摸过去。夜风冷得跟那冰碴似的，吹得他浑身上下直打哆嗦，不知道是冻的还是吓的。他到了宾馆后院，给藏在了假山后头，屏住了那口气。院子里头空空荡荡，就听见风在一个劲儿的嚎。时间一分一秒的溜走，忽然远处的街上传来了敲更的声音，咚咚咚，一慢两快，子时到了。就在这梆子声响起来的一刹那，院子里头的温度一下子就掉下来了。巡抚大人瞧见自个儿呼出来的气在空中结成了白雾，那手脚啊冰凉冰凉的。紧接着更邪门的事儿来了，院子正中央平白无故的就冒出来了一座高台，高台上摆着桌子椅子，桌子上头搁着惊堂木和阴曹地府的卷宗。那高台下头呢，摆的可就都是真家伙了，刀山、火海、油锅、铁树。巡抚大人倒吸了一口凉气，这玩意儿难道就是那森罗殿？就在这时候，一个身影从那宾馆里头夺了出来。可这会儿的魏京全啊，跟白天瞧着可不一样了。他浑身上下穿着黑色的阎罗袍，戴着那阎罗的冠冕，那脸上是威严的吓人，那眼神锐利的跟那刀子似的。他慢悠悠地走上了高台，往那椅子上一坐，照着那惊堂木，啪的一下，升堂。那声音跟那洪钟大吕似的，震得整个院子啊直晃悠。紧接着，院子四周平白无故的就冒出来了无数个身影，有的没了脑袋，有的折了胳膊，有的血肉模糊，可不就是那700多个冤魂？而且他们那眼神儿充满了仇恨，直勾勾地盯着一个地界儿。巡抚大人顺着他们瞧过去，那心脏啊一下子就停了。那儿站着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人，老父亲。魏京全稳稳当当地坐在高台上，那双眼啊朝着下头那一大帮子鬼魂一扫，那眼神儿冰冷的跟那冰碴似的，哪儿还有白天那一点温和劲儿？肃静！那嗓子眼儿里吼出来的声音跟那打雷似的，震得整个院子都直晃悠。本来还嗡嗡吵闹的鬼魂们一下子就哑了声，可那眼里头的恨意啊一丝一毫都没少。魏京全又拿起那惊堂木，照着桌子啪的一声重重地拍了下去。今儿个审理的是曹总督那错调军队的案子，来人呀，把曹总督给押上堂来。这话声刚落，两个牛头马面的鬼差就从那黑影里头窜了出来，推推搡搡的押着一个人到了堂前。那人可不就是巡抚的老父亲？藏在假山后头的巡抚大人瞧见老父亲那惨样儿，差点没忍住就嚷嚷出来。老父亲身上还穿着生前的官衣，可那衣裳已经破烂的跟那叫花子似的，那浑身上下尽是伤疤，有的伤口还滴着血，有的已经结了痂，瞧着让人心惊。他被推到堂前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那脑袋啊埋的是深深的，不敢抬头。曹总督，魏京全那语气是冷得像冰，你可知道自个儿犯了什么罪？老父亲那身子骨直打颤，小人之罪，给本官说清楚。老父亲深吸了一大口气，那嗓子眼里带着颤音。3年前，小人我当那南方总督，接到了朝廷的急报，说是北方的强盗闹得邪乎，得调兵去镇一镇。那时候局面乱套，我一时慌了神，错掉了那支守着海防的队伍。他顿了那么一下，声音是越发的颤。那队人马本来是不该动的，人家是护着商船的水兵，我把他们调走了，结果他们在路上撞上了埋伏，全军覆没。说到这儿，老父亲的声音一下子就给哽住了。全军覆没，魏京全一字一句地重复着，732个人，一个活口都没剩下。各位看官，瞧瞧，就因为一道糊涂命令
700多条活生生的性命全没了。那老父亲在森罗殿前认了罪，可那700多个冤魂哪肯就这么罢休？巡抚大人亲自闯进这阴阳地界，可他能想出个什么招儿来化解这滔天的冤气？好了，今儿个的故事就先说到这儿，咱们下回阴阳判官接着给您好好的唠。